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50龙中队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委雨辰。这场比赛是男子羽量级的对抗啊，彭正文一上来还是秉持了自己的重击作风啊，而且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没见啊，他的肌肉维度又上来了，比原来更壮了一些啊。这后手拳确实势大力沉呐，而且后手拳的速率也上来了。这场比赛与他对阵的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拉姆霍特，两个人在年龄上是相差了12岁啊。彭正文今年是20岁，拉姆霍特32岁。在身高方面，彭正文是8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5公分的优势。这场比赛彭正文一上来打的还是蛮积极的，因为对于他来讲，可能更多时候我们不用担心他的进攻端的主动性和侵略性啊，而是要担心他能不能打得稍微收着一点，这是一个很容易打上头的运动员。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中印对抗的第5场比赛。那么前4场比赛呢，我们目前的比分是3比1领先。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彭正文来讲，身上所背负的压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他只需要认真的打好自己的比赛节奏，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漂亮！就一上来他后手拳的这种力量感，包括速度感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让拉姆霍特不是那么的适应，不断的在往左侧来绕去做游走。拉姆霍特是拿了一个反架，所以彭正文去上步前冲压自己后手的这个过程也会变得很顺畅。对，又是在不断的移动和摇闪晃动当中去找机会。彭正文这场比赛打的还是蛮冷静的。对，压后手压的略微有一点点多啊，就换句话说，就是彭正文今天有点太想去压后手了。对，前手可以去晃一晃对手啊。中扫。漂亮的击斧，沿着纵轴来打，这击斧拳的力量感还是不错。漂亮前摆打到，这是中线的前手，现在也有了一打，就是他在进攻端，尤其是拳法进攻上给予对手的压力还是非常明显的。对，我也没有想到啊，第一回合彭正文能够打得这么稳当啊，跟他以往比赛的风格都不是特别的像啊。对，在移动端慢慢的找机会挂前摆，对，前手可以再去点一点啊，再去干扰一下对手。因为现在我们看，拉姆霍特的前手出的会比较的多啊，更多的是再去找彭正文的前手。中扫，而且第一回合彭正文在拳上击打的效果也不错啊。我们看拉姆霍特鼻腔已经有点出血了，而且在额头左上的位置好像应该是有了一个创面。对，连续的去挂前手，对，更多的去打一打自己的前手啊。拉姆霍特还是自己前手不断的再去找彭正文的前手，进攻端想把对手的前手给打掉。1-2的连击，打后手之后挂前摆，对，换成1-2-1的连击之后啊，感觉效果明显会好了一些，就是把自己后手的力量感可以稍微放一点啊，放掉之后后手拳一旦能够贴到，然后自己的前摆再打一个，就把它变成一个3拳的组合。就是或者还可以再去打一个自己的后手拳，就是进攻端的链条可以再长一些。但是第一回合，稳打稳的这样打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下压去击斧的这个过程，彭正文也会找的比较的准啊。
一段时间不见，感觉他在拳法上又精进了不少啊，就明显感觉就是出拳的力量感、速度感，包括拳的落点啊，都做得不错。的确，功力又涨了不少。所以整个第一回合的控制打得还是不错啊。我们看，他的哥哥彭学文，这是之前征战过我们 YFU50龙中队的一位国内综合格斗的算是名将了。对他的第一回合也是挺满意的。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就彭正文如果按照他第一回合的打法，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第二回合我估计他应该会去做提速啊，包括连续的前手的前刺拳干扰对手，再去压自己的后手啊。就对手的这个反架，让他上步压后手的这个过程，确实打得还是挺顺的。而且臂展5公分的优势啊，对他来讲够了。这小半步只要能够顶得上去，是能够够得到的。就看，能不能用自己的前手啊，就撕开对手中线的这个口子。对，漂亮，又是一个后手打中之后再去挂前摆，就是在持续的去点前手，跟对手的前手去做互碰。对，不要让对手的前手老是干扰到自己啊。对，去打一打对手的前手，然后抓机会，去打自己的后手。对，在移动端慢慢的去找。对，更多的时候还是彭正文现在占据了，擂台中心的位置啊，就是包括拿自己的移动端慢慢的去压对手，蚕食对手身后的距离。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找位置。对手的1-2连击。就是现在，他如果一旦给对手进攻端的压力小了，拉姆霍特这边就开始打自己的后手了，因为在力量感上，包括他的后手，他其实也想压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在力量感上是绝对没有彭正文的力量大的。所以彭正文现在就是进攻端的节奏稍微往下调一调，然后对手的进攻压力就来了。对，又是在移动端慢慢的去找机会，给低扫。1-2的连击，其实可以去打一打对手的肚子啊，去做一做下压的击腹。我们医务监督到了擂台上，还是要去清理一下拉姆霍特面部的血渍。OK。No。Dia nunggu tangan kanan abang itu. Ceknya dijaga. Bang kalau mau masuk kiri kanan. 2-3-nya dipakai juga abang tuh. 好，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感觉彭正文在拳的力量感上和速率上做的都不错啊，但是可以再打一打纵轴啊，尤其是在站立端的时候，就是后手去找一找，去打一打对手的肚子，做一做击腹拳，然后再用自己的前手摆拳去找头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现在是把对手顶在龙网边，在绝对力量上，彭正文是肯定不吃亏的。顶膝，出来。对，可以把对手给放出来啊，还是跟对手去打站立，这样的话他的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医务监督还是要到铁笼内去清理拉姆霍特面部的血渍。感觉拉姆霍特现在鼻腔出血的这个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就是一旦遭受到击打，就马上会出血。而且口腔好像也有出血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出血的情况，我觉得医务监督谭秋祥老师在帮他处理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再考量一下，他是否能够继续进行比赛啊？就先看一下，就是擦完之后，这个流血的情况是个怎么样子的？尤其是鼻腔的血渍要及时清除掉，不然的话，运动员在移动过程当中，尤其是一边呼吸一边运动，就做有氧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呛到。继续回到比赛。互给了一个，对，这一轮的互拼，拉姆霍特现在需要跟彭正文去打互拼啊，而不是持续的挨彭正文的单击啊。这样的话，就是越打可能劣势越明显。继续用步子去压对手，这次是挂前摆。还是去碰前手，给中扫。彭正文现在还是把对手放在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彭正文，首先他步伐压的会比较的紧啊。那现在唯一一点就是在对手进行左右滑步的时候，没有给对手太多的限制。这一轴给的不错。所以对于彭正文来讲，就是单独打拳的这个逻辑，你不能说他有问题，但是对对手在移动端的限制确实少了一些，而且两个人现在更像是在打一个遭遇战啊，就是突然间在不断的试探，一旦迎上去之后呢，可能就是3到5拳就出来了。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彭正文还是延续了第一回合的打法，还是更多的再去打控制。而这2年在我们 YFU 武力龙中队的擂台上，其实也是见证了彭正文一路的成长啊。就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在进攻端能够显出沉稳状态的彭正文啊，就是不再打得那么着急了。对，你看他以往的这种状态就是这样，上去就要跟对手叮咣五四的一个长链条的互拼，但是今天的前2回合打的都相对来讲更加的冷静，而且，也慢慢的其实尝试自己再去打控制啊。但是如果说，按照打控制这个逻辑来讲的话，那他又对对手在移动端，我刚刚也说到，就左右移动的限制略少了一些。所以局间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在接下来的比赛第3回合是否还要有一定的调整。好，双方的第3回合，彭正文还是把自己的步伐给压了上去啊，然后在移动端继续找机会。应该是还是用延续第2回合的打法啊，就是在移动端慢慢的向前去蚕食对手身后的距离，然后打自己的拳。但是第2回合当中，其实有2到3个小节，我们还是看到了就双方在内围互拼的情况出现啊。还是慢慢的往前去压，对手拉姆霍特也是找准机会之后打自己的进攻输出，继续去点前手，双方都是在碰前手，找后手的位置，护持掉了。带好护持，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就是2个人压后手的意愿或者说这种打法也都是非常的清晰啊，已经这回合上来已经有2次后手的互中了，你看都是在碰前手找后手，碰前手找后手。而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拉姆霍特，一位32岁的运动员，比彭正文大了12岁啊，就是在仅仅打拳这个事儿上，我们就说打拳上，还是能够跟得上彭正文的速率啊。就2个人，就是碰完前手之后，就突然启动打后手的速度感，基本上无差。
所以他的后手拳其实也不慢啊，只不过在力量感上可能没有彭正文的好。所以彭正文现在点完前手之后，再去压自己的后手的时候，可能要把自己的进攻端的链条就稍微加长一点，可能要打2到3个组合，再出去这样的第2的连击，然后去打自己的，比如前手打完之后，后手拳出完再接一个前手的摆拳，就是打自己的3到5拳，可能命中率要比，对，就是这样，单打自己的后手单击的命中率要更高一些。而且在第2回合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试探性的聊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去打一打对手的腹部。而且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回合彭正文，包括前2回合也是啊，就起腿的时间并不多啊，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的扫踢。又是压后手1、2的连击。然后现在拉姆霍特更多的有一点想去打自己的前摆了。对，继续再一侧来绕，这就是我说，踢扫踢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对于拉姆霍特在左右移动啊，尤其是，他向拉姆霍特向自己的左侧，就是现在这个位置来移动的限制有一点点少了，就可以起一起扫踢，把对手往回给赶一赶，你不然，第2回合就很明显了，这个感觉彭正文在全场想要去逮拉姆霍特，但是拉姆霍特走的会比较的快啊。就是彭正文，你会觉得他很想去发力，但是一直没有太多的太好的去找到自己发力的点。就是这顿，进攻端的输出感觉不是那么的畅快啊。拉姆霍特一直在用自己的游走端给自己找机会啊，就连续的游走完，站住碰前手，没有机会就继续走，还是打得非常的耐心。还有30多秒的时间，对于2位运动员来讲，可能整个第3回合就是在去拼耐心。对，长链条。是护齿掉了。玩好护齿，继续回到比赛。彭正文现在打补上去了，看是不是要跟对手拼一波。拉姆霍特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啊，也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出拳的质量啊。就虽然说他出拳的频次没有彭正文多，但是质量还不错。所以这场比赛3个回合看下来，2个人其实都是在移动端去更多的找自己更擅长的打法，就是更擅长出拳的线路来打啊。至于这场比赛的结果，一会儿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Blue fighter, up here. Fighter. 这是一场精彩的对轰大战，2位选手打满3局，而且他们在比赛当中似乎忘记了这是一场综合格斗的较量，2位选手鲜有机会会进入到地面缠斗，而且他们2位也忘掉了体能，似乎有用不完的体力。当然，从2位选手的这个面部的受伤程度和出血程度，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反映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进程。下面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一致判定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The winner, the fighter. 有请
印度尼西亚 OnePlay 的赛事 CEO Francino